嗨，各位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键盘杂谈。就在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的蓝牙加750事件。这个 NCC 出台的新规定是，只要你是从海外购买带无线传输功能的设备或是产品，像是蓝牙耳机啊、音响，甚至 Switch 啊，然后还有一些键盘、滑鼠，现在一律加上750块。当初新闻刚出来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直呼政府抢钱，大家都纷纷跑去抗议。但是一个规定有坏处的话，就一定有它好的部分，像是额外征收这个750块规费，可以有效打击一些台湾市面上横行的水货，像是一样的产品。有公司代理进到台湾卖公司货，但是大家打开虾皮就可以看到一模一样的产品，价格却要低了很多，让那些老老实实按照规定进货到台湾的代理商，到头来赚不到什么钱。这样意图我是可以理解，不过呢，同时也会影响那些只是买来自用的消费者，特别是对我本人而言，本频道过去开箱90%以上的键盘，应该有超过上百把，都是从海外淘宝购买的。如大家所知，本频道从开启以来，就尽量维持收支平衡，就是我键盘买来之后，开箱拍完影片，再卖出去，基本上是不会亏钱的，甚至把轴体稍微润一下的话，还可以赚点工本费这样子。但如今那些键盘750块加上去的话，我其实也不是很建议大家购买。说实话，当下我看到这个新闻，一度有想过，干脆就把这个频道关了算了。不过后来想想，台湾呢还是有自己的一些键盘品牌。没错，今天就是要来开箱一把台湾的键盘品牌。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就让我们来开箱这把来自君主科技的 MKey Pro。嗨，各位好，我是情人节就爱送花的Joe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键盘开箱。之前他们就出过那个全尺寸跟 TKL 的键盘，然后他们这次换75%，似乎没有想到什么其他的名字，就给它直接叫 Pro。这是来君主的 MKey Pro 75% Mechanical Keyboard， 全新的。封膜还没有撕，然后我这一次的键盘主题这个是 Freedom， 跟之前一样的自由之城，还有那个暗黑之城。加达龙的 G Pro 3.0， 然后是茶轴 Brown Switch。跟大家一起开箱，泡棉不是很重要。这个是快速上手指南，对我个人真的蛮讨厌看说明书的，但是这种一些快捷键的一些功能键就直接很清楚的介绍。然后是这个编织的数据线 Type A 到 C 的，这泡棉用的还蛮扎实的。然后还附了这个印有 Montag 拔轴器，然后拔键器，可以自由更换键帽跟轴体的。我们来看看。好，这个防尘盖应该是有自己开模的，自由之城，它是一个75% 的键盘，然后 F 区左移塞下这些 F13，就是这个 Delete 的键，然后还加了一个音量旋钮。键盘整体外形是这种天包地的结构，然后在这键盘上盖有这个喷涂的闪粉，然后后面还附了一个贴纸，生产国别中国，虽然是台湾品牌，但是制造的话基本上还是在中国。如果像是这种无线键盘寄到台湾的话，都是要把产品寄到 NCC 送验的，所以这次的750万。其实对代理商来说完全没有任何影响，主要打击的还是那些私自进来的水货。这键盘旋钮以及收纳盖都是金属的材质，盖板打开，这个接收器就可以拿出来了，非常方便。不过很可惜的是，这接收器呢并没有印上任何的标示。如果你有很多无线设备的话，可能容易会搞混。旋钮是金属的材质，周围有刻纹的处理。虽然说我不是很喜欢这个纹路，不过呢，可以让你在旋转的时候增加一点摩擦力。然后这也是有 RGB 的样子，每按一次呢，它灯光就会变化，然后就有不同的功能 ，RGB 还有放大缩小，还有调整音量，好像就是3个功能。这 RGB 还是蛮漂亮的。键盘左边是这个电量指示灯，里面有灯珠，可以看到现在电量应该是不太够的样子。然后底部呢就是4条防滑脚垫以及2段式的脚撑，这个手感跟品质都相当不错。然后底部呢就是它自己的身份证，它的名牌。这键帽呢是这个22成型 PPT 的，他说这键帽高度是 OEM 的，但我现在看下来，它的高度应该是介于 Cherry 原厂跟那个 OEM， 并且呢有做圆角的处理，可以让键帽看起来更加圆润，手指的接触面积比较大。然后我这把搭的是加达龙的 G Pro 茶轴 3.0， 比起之前的 2.0 多了导光柱以及优秀的长润，上盖也是这种高透的材质。这个君主的 MKey Pro 它们有2个轴体可以选择，包括茶轴跟黄轴。茶轴就是所谓的段落轴，而黄轴呢是压力稍微大一点的线性轴。我个人一直以来都是 G Pro 黄的爱用者，不过打起字来用久了手真的会有点酸。现在就让我们来听看这个键盘上手的打字音，来感受一下它的声音跟手感。
这个打字音我只能说真的蛮安静的。MK Pro 搭配的是 PC 定位板，然后定位板跟 PCB 中间有一块夹心棉，然后夹心棉下方是 ISP 的轴下垫以及 PET 的声优垫，在键盘底壳有着开模的细胶，一切的结构材料加成下来，整个声音听起来是闷闷的，蛮适合在办公室来使用。然后键盘大键的调教也是非常的不错。基本上听不到任何杂音，并且在空白键内部以及下面都放了 EVA 的消音棉，使消音效果又更上一层楼。整个键盘是所谓 gasket 垫片结构，按压按键的时候，整个内胆会一起下沉，手感是蛮有弹性的，回馈感也还不错。搭配这个细磨砂 PPT 键帽，打起来手感还蛮舒适的。只是对我而言，这个打字音还是稍微小声了一点，打起来不是太爽快。我想还是比较适合在办公室使用的人。所以让我来小小总结一下这把键盘，来自君主科技的 MK Pro。相较他们之前出的100% 以及 TKL， 这次进一步的缩小达到 75%， 把功能区以及方向键又再更紧凑了一点，依然保持了他们家优秀的传统，这个多媒体的旋钮。而不一样的，从原本的单模升级到这次的3模，新增这个 2.4G 接收器的收纳槽，是这次升级 Pro 的主要卖点。整个键盘我觉得最优秀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外壳，这个带闪粉的上盖以及这个晒纹处理的底壳，不管是观感还是拿起来的手感，隐隐约约透出了一点高级感。然后我觉得这次的键帽比上一次又更好了一些。之前版本 MDA 高度的键帽，我觉得看上去不是这么的美观。这次 OEM 的高度以及人体工学边缘圆弧状的处理，有一种手指会被吸上去的感觉。相较之前的版本，的确是破了不少。这个价位搭配着质感做工，如果你喜欢它外形，购买这把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，是一把到手即用的键盘。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些这把键盘我看到一些我不太喜欢的地方。这个盖板旋钮的颜色以及旋钮周围纹路的处理，我觉得是跟键盘整体的色调不太搭的。好用是好用，但是我觉得稍显突兀了一些。还有它这把键盘的灯光，由于它的定位板是黑色的 PC 材质，所以 RGB 呈现出来的效果其实不是那么明显，灯光看起来不是太亮。还有这个电量指示灯，以功能的角度来说是还蛮实用的，但是在最终的呈现效果上，有点破坏键盘的整体外形。除此之外，这把键盘各方面都还蛮不错的，打的手感非常好，声音蛮安静的，功能区非常完整，保留了 Page Up、Page Down 还有 Delete， 然后在配列上有 Windows 跟 Mac 的切换。可说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但如果它可以添加更多的着力选项，那就再好也不过了。好，回到这次影片的主题，这个无线产品加750的政策，真让很多玩家哀鸿遍野。不过我是觉得还好啦，台湾呢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品牌以及代理商，像这次我开箱了君主的 MK Pro， 在之前版本我就蛮喜欢的，这把键盘我也是相当推荐的。虽然它的价格真的不如淘宝键盘这么的有吸引力，但是整个键盘的外壳注塑模具以及用料质感都非常对得起它的价格。其实到头来，我并不是不愿意多花一点钱去支持台湾的品牌，因为他们这些产品进到台湾，他们也是按照规定老老实实付了关税，以及把这些产品送到 NCC 去做检验，也提供了1年的保固。我想我们这些键盘玩家最不能接受的，其实是我们已经花了这么多的钱，却还买到更烂、品管更差的键盘。好。以上就是关于这把键盘所有的内容。最后就让我来聊聊我对这次750的事件的一些想法好了。认真的说，当初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发自内心想要终止这个频道。市场上没有购买淘宝键盘这个需求的时候，我觉得我的频道就没有继续下去的意义了。加上最近整个键盘市场一面倒朝向持轴键盘发展，这些键盘出的真的是越来越少。停在这个时间点好像也还 OK。我觉得这次的事件，正如俗话说的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”，刚好可以成为我频道的一个转捩点。也许日后键盘的影片不会拍得那么的频繁，也会开箱生活中我买的其他的物品，不单只有键盘的开箱。即使现在750规费这个政策是暂缓实施了，但是我仍想对我的频道做些改变，也期待我个人在日后能够拍出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。在这边还祝大家事事顺利，新来的情人节快乐！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